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来测试一个好玩的小东西，它是我目前看过市面上最小的 SSD 外接盒。为什么会买这个 SSD 外接盒？因为目前 iPhone 15可以做 SSD 外接的外录，也同时因为 USB-C 的关系，它可以透过 USB-C 做任何档案的迁移，跟之前比真是差得多，而且它的 USB-C 孔可以支援10GB 的速度，也因此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主要还是做来那个摄影。它有一个 Blackmagic Camera， 它可以做 SSD 的外录，可以做 Apple Lock 的外录，但也因为 SSD 其实还是有点大，那目前市面上从来没看过这么小的 SSD 外接盒。那因为它是特殊规格的2230 SSD 规格，啊，真的非常的小。待会来做一个简单的 DIY， 它有一个盒子盖子，就是这么小，然后跟50 cent 的英镑比就是这样子，差距非常多，非常小巧可爱，也可以做储存资料的携带，放在包包口袋都非常的小。对，然后主要是拍摄的时候，只要插上去，握持方面也很方便，不会卡一个很大的 SSD 盒子在我后面，这样子，也没有线，等一下锁紧，对，非常方便。待会我们来做 SSD 外接卡的速度测试。好，先拆下来。然后我后来去挑的 SSD 是 Transcend 的 ETB2230 特殊规格。主要会买这个牌子是因为它在台湾有5年的保固。对，虽然价钱稍高，跟一般的2280的 SSD 高了一点，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对，2230的 SD 也非常的小，对，真的是非常的小，一样对比，对比非常的小，对，待会装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对比跟一般 SSD 的盒子有差距多大。对，好。对准好拼角，插上去就好。对，开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锁上去。
要贴一个导热片，忘记了。先锁好了，还没锁。导热片，好盖上。螺丝锁上。好了，确认一下，紧就好，不要太紧。好，完成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来做一个简单的速度测试。对，把它插上。档案出现了 ，Apple Log One 就是这个，然后我用 Jazz Disk Bench 做测试，然后选外接的 Apple Log， 开，对，然后了 Benchmark， 然后按 Start。马上就好了。OK， 它读取 read 有791.34 MBS， 然后写入 write 有755.16 MBS， 对，就已经大概10GB， 没有到完全10GB 速度，但已经接近10GB 了，真的速度非常快。主要是它真的很小，非常方便，这样。就拿外面都蛮方便的，对啊，可以我们看比较市面上的 SSD 2280的盒子，大家可以看，对啊，都要这么大，克种2280，对啊，其实放在上面其实真的只有这个真的蛮小的。大家可以看这比例，小巧可爱。唯一缺点就是2230的 SSD 真的比2280贵蛮多的，对啊。好，今天就简单介绍这个2230的 SSD 外接盒，真的非常小巧。给大家参考看看，下次见。